上一集带大家认识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和格雷梅，而这一集想带大家认识令人印象深刻的小镇卡什。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大城市、不喜欢很多人潮的人，那我想卡什绝对是你会爱上的地方。它是位于土耳其地中海沿岸的小镇，这边的海水清澈透明，海岸线蜿蜒曲折。这一集让我们一起走进卡什和费特西耶吧。今天是12月27，然后现在已经中午的12:58了。对，其实真的花费一段时间，然后才到卡什。我是从格雷梅搭到安塔利亚，再从安塔利亚转车到卡什。对，然后因为它是走第400公路，所以就比较蜿蜒。格雷梅到安塔利亚就花了大概9个小时。然后从安塔利亚到卡什大概花了4个小时左右。卡什的特色就是它的海非常非常蓝，然后它的天空非常非常漂亮。对，所以你沿途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海景。然后现在我们抵达卡什的第一站呢，就是安迪菲勒斯古剧场站，它是现存的古希腊剧场。然后它这个剧场其实建造于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所以它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文化遗址。它这边总共可以容纳4000人左右，所以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多。然后剧场因为它是利用山坡的自然坡度去建造，它是由那个26层的阶梯跟像是马蹄形的观众席的形式所组成的，所以它这边其实可以面对就是地中海独特的景观，还有声学而闻名的这样。因为它其实这边已经算蛮高一个位置，如果是夕阳的话，应该会非常非常漂亮这样，因为它这样面下去就是海，所以会非常漂亮。只是因为现在是正中午，所以这太阳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热烈的。第二站呢，我们来到了 Kars Photo Spot， 就是这边是一个拍照的地方。然后它这边其实可以直接欣赏到卡什的北侧港口，这样很漂亮。它从左侧房屋这样绵延下来，然后到港口，然后到船只，到海，然后到海平面，然后到天空，哇，非常漂亮。而且它的连构图都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因为刚好现在太阳照到海面上，然后那个波光粼粼的感觉很漂亮。这边的海是真的很漂亮，很漂亮，是很蓝很蓝的那种。然后天空也很蓝，然后海水也很蓝，整个就非常非常漂亮。因为这边人真的超级少，然后就是整个超级安静，然后风景超级漂亮。然后这个小镇其实也没有很大，所以其实很快就可以逛完。但是这边很值得静下来，然后慢慢的欣赏，推荐给大家。如果来土耳其的话，真的一定要来卡什。我自己刚才就已经在这边已经待好久好久，因为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漂亮而且其实我从就是小镇走上来这边到制高点，其实也才大概20分钟而已，非常漂亮，真的推荐给大家。
Yes. So I choose cars. I really like here. No? If you go not tomorrow in the morning, maybe a little bit in the evening, you can visit if it's sunny. You can go to Halk Beach. Halk Beach. Halk Beach, very beautiful. It's like this, very stony, Okay. and the water very beautiful. And if sunny, you can even swim. A swing. Yes, Oh. and no people and very beautiful trees, like forest. Wow. And it's not very far away, only I think a half an hour walking from here. Oh. Okay. Go there. Thank you for recommend. You're welcome. It's my favorite beach. The air is cold, the light is dim. She wraps herself in thoughts of all that could have been. Tonight she prays for the dream that's meant to come. Her candles still burning, they warm the night. If you want to try with chicken, you can. Okay. You like it? Because it's hot. It's really cold.哇，今天实在是太奇妙了。就是卡什的人怎么会这么好，这么热情，然后这个地方这么漂亮，就是我还是觉得今天在卡什这个地方一切都很奇妙。对，因为其实我从格雷美到安塔利亚到卡什，这时间应该超过至少12个小时。然后其实我到这边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是有点疲惫的状态这样，但我一到这边哦，大概是中午12点，虽然住的地方就这边还没好，然后但是就是他们就直接问我说，你要不要洗漱一下，然后你需不需要就是寄放行李之类的，那我就说好，所以我就有先寄放行李在他们那边，然后跟他们就提供什么毛巾啊那些的，然后就问我说你要洗漱一下，然后我就稍微刮胡子啊，然后稍微简单洗漱一下这样，对，然后我就出去逛，
然后其实卡什这个小镇其实很快就能逛完，因为它其实小镇没有到很大这样。然后我就陆陆续续去了几个点这样。然后在我到第3个点的时候，因为我前面不是有去第一个去剧场嘛，然后第2个去那个 photo spots， 再来我就去到算是一个岸边的地方嘛，叫做 Coca-Cola， 因为那其实真的很少人，然后我就默默坐在岸边这样，然后因为风其实真的蛮大的，然后我坐在我前面的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女生，她就问我说：“你需不需要毯子？”这样，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她就把她的毯子给我，这样就让我盖或者是垫在屁股下面这样。对，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坐在岩石上面这样，然后她就说你可以垫在屁股下，或者是你可以盖着这样，然后我说好，然后就其实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聊，然后她就分享了她的故事。然后包括他来自就是在俄罗斯啊，或者是他故乡的故事，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有聊一聊，然后就大概2-3个小时吧，然后就慢慢看着那个海面这样，然后跟太阳落日这样慢慢下去。原本我们其实要等到落日，但是因为中间就时间真的太长，所以他就说还是要不要去吃点东西，然后我说好，因为其实我到这边之后，我大概搭车至少就12个小时没吃东西，然后我就说好，因为我真的蛮饿的。然后他就推荐了我一家当地的小吃，然后是鸡肉卷跟饮料这样，然后我记得好像是220里拉吧，就真的相比市区来说，真的是便宜超级多，对，真的是有吓到我。然后后来吃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去喝了啤酒。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去追那个落日，这样，对。但虽然最后没有成功追到，因为中间聊太多了，然后我们最后没有追到，但是我看着那个就是海平面呈现橘色，然后这样慢慢下去，这样到岸。然后因为真的太冷了，所以他就说还是要去就喝点当地的特色汤，就例如说像那个鸡肉汤跟鹰嘴豆汤这样。然后我说好，因为我也没喝过，然后再就是有点冷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哇，一切都很奇妙，对。然后包括就是后来我们结束分开之后，然后我就来住宿 check in， 然后他就问我说，就是你要到哪里这样？我说费特西耶，他说还是我载你到阿特格尔这样，所以他就先载了我去看一下我阿特格尔的地方，因为我说我有点不太确定阿特格尔在哪，他说好，那我就载你去。然后载完之后，然后又载我到就是我住的地方 check in 这样，然后跟我介绍，我觉得哇，就这边的人怎么可以亲切的让你难以置信吗？我只能说，在卡什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不管是这边的海、这边的天空，跟这边人，因为这边现在其实是淡季，就真的没有旺季的时候人这么多，因为是冬天嘛。但其实这边的人真的很好，然后人也不会非常多。总之，卡什我觉得是我在土耳其目前为止最喜欢的小镇吧，所以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太棒了，就这边真的是，虽然人没有可能像伊斯坦堡那么多，但我觉得我很喜欢这边。就是如果你喜欢慢步调，很喜欢惬意，很喜欢看海之类的话，我觉得卡什蛮推荐的。对，好，那说太多了，所以明天就准备去费特西耶。然后我自己是有预定，就是高空滑翔伞嘛。对，我自己想尝试看看，因为我还没尝试过，所以我想说尝试一次看看的。对，好，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早安，今天是12月28，然后也是在卡什的第2天，但我今天就要前往费特西耶了，所以早上的时候我就爬上来这边最高处，就卡什的最高处，叫做卡什曼扎拉，然后我来看日出，因为真的很漂亮。只是风真的很大，因为现在风大到吹起来大概体感温度大概只有3度吧，超级冷。对，但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然后一眼望去就直接可以看到房子啊，跟那个天空的海平线上面，哇，整个连成一直线，很漂亮，真的非常非常漂亮。所以如果来卡什的话，不妨走上来。对，只是走上来其实需要花一些时间，大概也是20-30分钟左右。对，所以我刚才早上设了7点的闹钟，然后就慢慢走上来这样。对，然后它其实这边是真的有一点坡度的，所以可以慢慢走上来，但走上来真的很漂亮。刚早上我去完卡什曼扎拉之后，然后呢，我就想说再下来这边库卡卡 K 这边这样，对，然后我想说来看一下这边的海，因为大家就要前往费特西耶了。然后我觉得这边的海真的很漂亮，然后听着海浪声，然后自己一个，然后就很舒服，对，然后也是我真的很喜欢这边的原因。好。那我们就准备前往费特西耶吧。拜拜。I will miss you. Bye.好的，我们来补一下，就是我在卡什的住宿这样。对，我住的地方是在多伊谷公寓，然后其实离市区真的蛮近的，因为其实小镇也蛮小的，然后它交通算是蛮方便这样。然后它这个地方，我租了这一晚不到1000块钱，我觉得 CP 值超高，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一进来就是客厅。电视、插座，对，然后外面的窗就是可以看出去。
另外一边也可以。接下来就是厨房，厨房的话有冰箱，然后厨具都在这，然后还有餐桌。哇，其实这样真的很大。放衣服的地方，然后一样有个窗帘可以看出去。像是一个小阳台的概念。接下来还有一间双人床，浴巾、毛巾，熨斗在外面，然后对，板子在这边，然后外一样可以看出去窗外的风景，然后还有另外一面，然后有个小餐桌的概念。非常漂亮。好，接下来就是浴室，是在这边。行啊，就是有吹风机、洗衣机，然后干湿分离，对，然后马桶，然后跟洗手台，然后还有备品，然后它其实这边真的超便宜，因为如果是以这样，然后900多台币的话，我是觉得蛮值得的，因为至少这边可以住4个人，对，所以我是觉得蛮划算的。然后这边东西其实也是便宜，因为其实现在是冬天，所以听他们说就是不是旺季就是比较淡季这样，所以当然就是这边的小镇人不会到非常多，然后我觉得步调都可以非常慢，然后也可以就非常 chill， 非常舒适这样。好，那我们就准备前往菲特西耶咯。我们抵达了费特西耶的住宿。对，我今天晚上住的是 UVA Rooms， 然后我记得一个晚上大概是1500、1600左右。然后呢，这边很漂亮，这边的工作人员非常非常好。因为我明天的车其实被临时改到早上8点半，所以我就问他说，那我能不能用他们这边早餐？因为我原本有预定，然后就是听说这边早餐很好吃这样。然后但他们因为是这边好像是9点才开始早餐，对。然后他说还是不然我帮你先做早餐，然后你可以先放着，然后呢到时候吃这样。然后说好，那我一定要尝尝看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边很亲切、很热情。好，然后我们现在先来开箱房间，因为这个光现在洒下来超级漂亮。进来左手边是冰箱，然后就是茶、饮品，然后拖鞋，然后再来就是床，双人床，然后这个光真的是超级漂亮。对，然后左边是双人床，然后右边是电视，再来一个小沙发，然后有窗，
先偷偷来开箱一下他帮我准备的早餐。我应该看到在吓傻，因为想说也太多了吧，这是一个人份吗？对，但看起来很好吃，所以我们来开箱一下。他已经帮我送到房间了。首先呢是起司、橄榄菜跟番茄，这是凤梨跟柳丁吧？对，然后呢还有很多面包，超多种的，那真的吃得完吗？看起来感觉很赞，然后明天早上的话我就早点起来吃，然后再去搭车这样。结果呢，刚刚得知就是我在菲特西耶预定的高空滑翔伞取消了。对，热气球取消，然后这个也刚好取消。但他说是因为风太大的关系，所以虽然我在费特西耶就是天气很好，然后也没什么风，但应该是就是我要上去的那个地方风太大这样。然后怕出意外，所以虽然我是觉得蛮可惜的，搞不好之后有机会再来挑战看看。
晚上来到了一间名叫 King's Garden 的餐厅来吃晚餐，位于费特西耶景点利比亚使馆入口的正对面。除了餐点好吃之外，还可以欣赏费特西耶海湾的美景，是一个美食很美味、景色绝佳的餐厅，推荐给大家。好的，回到 UVA Rooms。其实我下午因为没有去成那个高空滑行伞嘛，但是我就在漫步在那个费特西耶的街道上，然后拍拍照、看看风景，然后买点吃的。然后我也去了新哈美蒂耶的清真寺，我自己是超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我去的时候刚好没有人，然后那边超级漂亮，我觉得甚至有点超过就是我在伊斯坦堡看的清真寺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那边真的很漂亮，然后那时候阳光洒下来，超级平静，然后所以我就坐在那边，我坐了大概快1个小时吧，然后就坐在那边慢慢感受这样。对，好棒，就那种氛围，就是让自己完全的静下来。然后后来我就去买点吃的，然后回我住的地方的 terrace， 然后看着外面的就是风景，因为它其实这边从顶楼看下去超级漂亮，因为就是完全就是可以看，几乎可以俯瞰就是整个城市这样。所以我就在那边待到日落，然后吃一点东西这样。我就买了那个巧克力，然后跟饮料这样，然后我就待到日落。今天的日落其实真的超级漂亮，因为你俯瞰的时候，我就真的是看它从亮的，然后慢慢到蓝色，然后慢慢到粉红色，然后黄色这样，然后到紫色，然后就慢慢这样变暗变暗变暗，好喜欢，因为真的是很漂亮。对，然后其实也没什么，几乎没什么遮挡了，所以我觉得天气其实真的蛮好的。然后日落之后，我就去了附近的一间餐厅吃晚餐，然后我吃的是意大利面，然后跟点那个他当地的茶这样。然后我觉得他的意大利面很好吃耶，就是虽然是只是肉酱意大利面，但我觉得是我在土耳其吃到我最喜欢的一餐这样。但它就是有点偏小贵，我记得那一个意大利面，肉酱意大利面，好像是大概600里拉吧，就有点偏小贵，但我觉得东西很蛮好吃的，所以我就在那边慢慢的吃晚餐，享用晚餐，然后再回到住宿。所以今天虽然来到这边，其实也没有多久，因为明天其实很快就要离开了，但不管是在卡什或者是在费特西耶，我都觉得这边的步调我好喜欢，对，然后这边的人我也很喜欢，就是很亲切、很热情，然后就是你这走到哪里，他们大家可以跟你随意闲聊，然后遇到的人都很棒这样。然后明天的话，我主要会前往 Sesme 这样，就切什梅小镇，然后去看看那边的古城。如果来得及的话，因为我其实还有多留一天，我怕交通上来不及，因为其实那边好像真的很少人去，所以我有点担心，就是交通的部分会不会就是没办法很顺利。我主要是明天会先就从费特西耶到伊斯梅尔，然后再从伊斯梅尔到 Sesme 这样，对，然后想说去看一下那边的古城啊，然后跟他们那边城堡之类的。然后就准备洗漱一下，然后准备睡觉。